那100多万，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再宽限我1个月，就1个月，我一定把房子卖掉还钱。1个月，我们已经给了你整整半年时间。房子挂了3个月，根本没人问我真的没钱。没钱，那就拿命来抵。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10万又10万，爸妈，哥哥，我好恨。小美，你想什么呢？不会感动傻了吧？新房钥匙，我居然重生了。小美，这套房以后就是你一个人的了。以后一个人住要按时吃饭，别总点外卖。谢谢爸妈。我们就不打扰你收拾了。10万？我才搬进来1个月，怎么可能10万？同志，我一个人1个月怎么可能用掉10万块钱的电？绝对是你们系统出错了。女士，已经核对10几遍了，您的电费账单都是真实的，不存在伪造。我不信，我要找官方部门来核查。姑娘，我们官方部门跟电力都查过几遍了，就是你自己用的。我一个人能用10万的电费？我们也理解你的心情，但电表数据确实没有异常。有新的线索，随时联系我们吧。那就搬走，将屋里的电器统统都搬走。喂，搬家公司吗？我现在就要搬家，地址是暴富花园8栋1004。电器全撤了，手机都带去公司充，这回总行了吧？爸妈，我真的没用电，我把闸都拉了，他还是欠费。贱人，你少在这装！你就是想用电费当幌子骗爸妈的血汗钱，你给我滚！用棺材本给你买的房子，你就这样报答我们？我们没生过你这个白眼狼，给我滚！别跑，还不上今天就弄死你！爸，这房子我不能要。爸，这房子我不能要。哥哥上个月结婚，你们刚给他买了房，家里积蓄肯定都掏空了。这个月又给我买，开销太大了。要不咱们还是把这房子退了吧？傻孩子，胡说什么呢？你以为这是在菜市场买菜呢？说退就能退？小美，你哥有的你也得有，一碗水端平，这是爸妈底线，没商量。我和你爸有事忙，你先去看新家。房子是精装修，所有东西都是新的。上一世我查遍了每一个房间，根本没有任何大功率电器，就算有，也绝不可能1个月产生10万块的电费。237度，办完手续拿钥匙才1小时，我不信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一定有原因。偷电？对啊，我怎么早没想到？喂，电工师傅吗？我家在暴富花园8栋1004，怀疑有人偷我家的电，麻烦您立刻过来一趟。对，越快越好。师傅，我怀疑有人偷我家的电，请您帮我排查全楼的电路，一定要查清楚。姑娘，排查全楼这大工程，费用得大几万，你确定要查？查，现在就查，就算贷款刷信用卡都要给我查。这是最后一家了，是查到了对不对？一定是有人偷电，到底是谁家？告诉我，到底是谁家？姑娘，没有人偷你的电，就是你们家自己用的。怎么可能？好美，恭喜啊！我房贷还没还完呢，你竟然能说动爸妈全款给你买房，心里现在得意死了吧？你根本不明白，我一点都不得意。你装你！我自己用的电是吧？那我就把所有东西都砸烂，我看看到底在哪儿用电。
难道在墙里？我就不信了。喂，是立功队吗？我家在报复花园8栋，需要砸墙，把所有隔断墙都砸了。对，现在就来，多少钱都无所谓。把这面墙全砸了，一点都别剩。姑娘，丑话说在前头啊，这墙砸了之后，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不负责。放心，出了任何问题都算我的，跟你们没关系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根本不可能啊！姑娘，你这屋子现在啥都没了，电线都漏着呢，怎么可能还在用电？姑娘，你家该不会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不可能，我绝不信鬼神。可是除了这个，还能有什么解释？难道我这一世还是要背上巨额的债务吗？小美，这几天公司忙坏了，现在才有空来看你。怎么样，在新家住的还舒服吗？小美，这是怎么了？当初买的不是精装修吗？怎么变成毛坯了？丧良心的中介，竟然敢坑我闺女！小美，你别着急，爸爸这就去找他们算账，让他们赔，必须给你换一套。孩子别怕，一切都有爸妈呢。前世就是我拖累了他们，逼得他们去借高利贷还债。这一世我绝对不能再连累你们了。我现在就写遗嘱，如果查不清，我死后这房子就捐出去，这样就算以后有再高的债务，也不会拖累爸妈了。卧室的走线根本不在这个地方，怎么会有电线？这电线为什么拽不到头？小美，你在干什么？妈，我收拾卧室，我想帮忙，不想让你太累了。妈不累，不用你收拾。你这几天劳心劳神的，精神都不好了，赶快去休息。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阻止我？那里到底有什么秘密？说了让你去休息，听不见吗？我今天一定要看清楚。怎么会是这个？小美，这个是我和你爸给你准备的乔迁礼物。之前看你逛街的时候盯着看，不舍得买，我和你爸就偷偷买下来，想给你个惊喜。妈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情绪太乱了。为什么？整栋楼整个小区都是正常的，只有我家是黑漆漆的一片，还要交每个月10万的电费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小美，爸没用，中介说交房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，现在出了问题，跟他们没关系。对不起，是爸妈没本事啊。不，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。我就不信全楼断了电，你还能跑！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停电了？物业呢？刚才好像听见铺龙室有动静，真断电了，全黑了。全楼的电确实断了，可我家的电为什么还在跑？我去自首吧，坐牢也好，我真的没有路可以走了。爸妈，我对不起你们。怎么没人？903，原来是我走错楼层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天价电费的真相竟然是这样！
哎呦，小姑娘，你这大半夜的站在这儿笑什么呢？怪瘆人的。别笑了，快回家吧。现在全楼都断电了，黑灯瞎火的，谁也不知道出啥事儿了。安全起见，你赶紧回屋待着吧。大娘，我知道是咋回事儿。啊，你知道是变压器烧了还是咋的？不是变压器，是我把全楼的电闸给拉了。你个小子，你干了这种缺德带冒烟的事儿，你竟然还能笑得出来？我为什么不能笑？快来人呐，都快出来！抓到人了！老太婆把那个断电的犯罪分子抓到了，就是他！快来人呐！这不是那个天价电费非要到我们各家去排查电路的那个郝美吗？全楼停电竟然是他干的，我就说刚才怎么灯突然全灭了？没错，是我把你们家的电线都给掐了。你们不是说我偷电吗？啊，那我就让你们全都没电可用。你也太自私了吧！就因为你自己家电费高查不出来，你就要报复全楼的人，你这心里是有多阴暗？这种丧良心的，亏我们前2天还配合他家排查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早知道这样，我们之前真是不应该报警，必须报警！像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的神经病，就该让他在里面蹲个1年半载的。郝美，各位邻居，大家消消气儿，孩子不懂事，千万别报警啊！必须报警！哎，别！对不起大家，真是对不起。小美这孩子最近压力太大了，我们这就带她回去，一定给大家个交代。哎，这家人怎么回事啊？就是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爸妈，你们别说了。虽然全楼的电是我断的，但到底是因为什么？你们不是这世上最清楚的人吗？难道非要我当着大家的面把真相都说出来，你们才肯罢休吗？小美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和你妈应该清楚什么？你是不是查电费查糊涂了？小美，妈知道你好几天没睡了，现在看谁都疑神疑鬼的，听话，别闹了。刚刚已经有邻居下楼去推电闸了，马上就能恢复供电。小美，你就跟大家认个错就好了，乖啊，听妈的话。老郝家的，你家闺女害得我们全楼断电，光是道个歉就想要应付过去，想得美！你这个丧良心的！我爸是重症糖尿病，那胰岛素必须全年放冰箱恒温，这突然断电了，药要是废了，我爸出了意外，你知道多危险？那是人命！就是我妈岁数大了，胆子小，刚才灯啪的一灭，老太太吓得心律都不齐了，差点没吓出病来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这事没完，赔钱，必须赔钱！对不起各位，真的对不起，是我们没教好闺女，大家要打要骂冲我来，赔偿的事儿我们认，我们砸锅卖铁也认。大兄弟，求求你们别报警，我们承诺赔偿，一定赔偿，哪怕我们老两口不吃不喝，也把大家的损失补上。郝美，你还是人吗？啊！爸妈掏空了街底，省吃俭用才给你买了这套房子，你不仅不爱惜，竟然还把家砸了，现在还要拉着全楼电杯，逼着爸妈替你赔钱，你满意了吗？你把这个家折腾散了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，但应该是你们想要的结果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？疯子，真是个神经病！什么叫我们想要的结果？这当哥哥的怎么看着比妹妹还心虚？眼神一直躲，肯定有猫腻。我看心虚的人是你们吧？怕我说出真相，你们脸上挂不住吧？爸妈，你们说呢？我已经报警了。还有这种事儿啊？大家别听他瞎说，我看他是这几天为了电费太长时间没休息，精神出问题了。真是晦气！大晚上跟个疯子在这扯什么？爸妈，咱走，别理他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郝帅，你不是一直想要这个房子吗？在爸妈面前演了这么久的戏，不就是觉得这房子没落在你手里，你心里不平衡吗？既然你这么惦记，不如我大方点，现在就把这房子转给你，怎么样？你，小美说什么傻话呢？这房上写的是你的名，怎么能随随便便就给你哥？就是啊，这房子是爸妈专门买给你的，不是给你哥的。你这孩子就是气糊涂了。你别担心，刚才答应大家的赔偿款，爸妈会帮你想办法的。帮我想办法？郝美，有人举报你损毁电力设施，导致全楼停电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对，警察同志，抓得好，就该把这个神经病抓走。
就是没见过这么自私的。就因为他自己家电费不正常，就要报复我们全楼的人。这种危险分子留在楼里，我们睡觉都不踏实。赶紧带走！你们3位就是郝美的父母和哥哥吧？麻烦也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警察同志，这是不是搞错了？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吗？我们可是受害者啊！警察同志，你们真的弄错了。这房产证上是郝美一个人的名字，电费账单也是发到他手机上的，这都是他一个人花的，连全楼团电这种丧心病狂的事儿也是他亲手干的。我们刚才还在劝他自首呢，这跟我们全家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可不能乱冤枉好人啊！对啊，警察同志，我们可以作证，刚才这小姑娘自己都承认电闸是她拉的，跟她家里人没关系。就是老郝两口子刚才又是赔罪又是承诺赔钱的，咱们这整栋楼的人都看在眼里。虽然他们是这小姑娘的家人，但咱们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，咱们不冤枉好人。你们把这小姑娘自己抓走就行了，别难为这老两口了。摊上这种闺女，够倒霉的了。请大家放心，我们警方办事是有原则的，绝对不会乱抓人。让郝美的家人们走一趟，并不是因为断电这件事，而是因为有人举报他们涉嫌诈骗，并且涉嫌伪造高价电费账单。哇，诈骗、伪造电费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难道说这女娃的天价电费竟然是被她亲家里人合伙做局给坑了？不可能吧？哪有亲爸妈会这么害自己家孩子的？就是说呀，老郝两口子刚才还哭着喊着要替他赔钱呢，这演的是哪出啊？什么诈骗？简直是笑话！我自己怎么不知道有这回事？这都是谣言！你们当警察的怎么能听风就是雨？大家伙千万不能被这些胡说八道的谣言给骗了！小美，你千万别相信这些乱七八糟的。你是爸妈的亲生孩子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爸妈怎么可能会害你呢？你说是不是？这事儿真是邪门啊！就是啊，警察同志，这姑娘的电费那是直接扫码交给国家供电局的，又不是交到她爸妈兜里，当爹丫的骗她干什么？退一万步说，如果这老两口真的憋着坏想害亲闺女，干嘛还掏空家底给她买这大房子？这逻辑说不通啊！警察同志，这局面一定是有天大的误会，我们是本分人家，怎么可能干那种事儿呢？您看，能不能麻烦您跟那个报警的人说清楚，这都是家务事儿，让他把报警撤销了，行吗？对，警察同志，求求您了，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身体也不好，就别折腾我们去局里跑这一趟了，行好吧？到底是谁这么黑心烂肺，要这么害我们这一家老小啊？妈，这个案子撤销不了，因为我就是那个报警的人。报警人是我，所以我不同意撤销。天哪，亲闺女报警抓亲爸妈，这真是闻所未闻啊！郝美，你吃错药了吧？同志，我不服！他凭什么报警说我们诈骗？这叫污蔑！我还要报警告他污蔑罪呢！先冷静一下，证据呢？他有证据吗？警察同志，总不能难道路边随便的一个阿猫阿狗报个警，我们这种良民就要配合你们走一趟吧？就是警察同志，你们可得看清楚了，这女娃娃心黑着嘞。就是前2天他闹着要查电路，我们全楼人都好心好意配合他，结果呢，他非但不感激，今天还把我们全楼的电都给掐了。是呀，谁知道这种人对自己爸妈会不会下黑手？为了点电费，连亲情都不要了。这种人的话，警察同志，你们千万不能相信。你们怎么就那么肯定我手里没有证据呢？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冥思苦想一个问题，我家的电费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管我把家里电器全部搬空，还是把屋子砸个稀巴烂，甚至是我刚才把全楼的电闸都拉了，可我手机上的电费数值却依然在疯狂暴涨，查不到任何问题。我承认，我之前甚至怀疑过是不是这屋子真的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在作祟。但就在刚才，我站在楼道里，一切都想明白了，因为真正的问题压根儿就没出在我家的电路上。不在电路上，小姑娘，你这话说的也太邪乎了。不在电路上，电表能自己转？就是全楼电闸都拉了，你还能说出什么花样来？大家看清楚了，这是我家现在的实时用电数据。怎么会这样？全楼明明都停电了！这不是见鬼了吧？电闸都拉了，他家的用电量竟然还在暴涨。难道他爸妈真的背地里做了什么手脚？是不是你？可如果问题不出在电路上，这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啊！是啊，按照常理来说，这确实是不可能做到的。这种超越常识的事情，连电工师傅都查不出来的猫腻。
不如让我的好家人亲自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。什么怎么做的？我们压根就不知道，你少在这装神弄鬼啊！你的电费我们压根就没碰过，你别想平白无故污蔑人。各位，到底是不是我污蔑他们？做个小实验就知道了。小北，你疯了！这是承重墙，不能砸呀！你这一锤下去，房子塌了怎么办？你如果砸到别人家里，那爸妈就算去卖肾都赔不起了。小美，算爸求你了，快住手啊！哎，小姑娘，快住手啊！这可是承光墙，砸了是违法的，光罚金就得大几万呢！住手！这是违法行为。警察同志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我没撒谎吧？郝美她就是个精神病。正常的女儿能对着自家墙这么砸吗？离远点，别妨碍调查。调查什么呀？你们赶紧把她抓起来啊！这种疯子留在外面就是社会隐患，你们怎么能听她的疯话？应该赶紧把她送去精神病院关起来。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这姑娘咋这么犟呢？你就等着赔偿，赔到倾家荡产吧。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1004家的人呢？不对劲儿啊，这布局不对。咱们这层楼每户的隔墙应该是直的，这儿怎么多出个房间来？邻居呢？墙后面怎么没人？这些盒子上怎么全是线？这到底是啥玩意儿？这不是普通的房间。我知道这个，这是矿机。我在新闻里见过，这是专门挖币的机器。挖矿？这玩意儿不是听说特别费电吗？何止是费电，这一台机器跑起来比10台空调还猛。你看这儿有多少台？几十台啊！难怪全楼电闸都拉了，这儿的树还在跳。难怪这小姑娘砸开墙才能止损。老郝家的，你们跟我说实话，这房间是哪儿来的？对呀，你们不是说给闺女买的房子吗？墙后头藏着这几千万的贼脏机器，你们当爹妈的能不知道？这不关我的事儿，我不知道，这肯定是郝美自己弄的。对，是她自己想钱想疯了，偷偷弄的机器。郝帅，你当你妹是神仙啊？这墙里砌机器、改电路，还得把隔壁封死，没个几十年的电工经验，谁干得了？警察同志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郝家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事到如今，你们还不肯承认吗？快看，跳得慢了，真的跳得慢了，又砸烂一台，速度又慢了。哎呀，闹了半天，原来根儿在这儿呢。说他的电费跟咱这大楼的电路没关系，这哪是电路问题啊？这分明是墙里养了一群吃人的电老虎。要不是这丫头有股子狠劲儿把墙砸开，咱们这辈子都得被蒙在鼓里。怪不得电闸拉了还费电。不对呀，这事儿越看越邪乎。咱们这楼是一梯2户，格局我最清楚。这面墙后面应该是你邻居1004家的地盘啊。这小房间占的是人家的地方，怎么这天价电费却是算在你这丫头头上？丫头，你别担心，大娘不仅是你邻居，还是这栋楼的楼长。如果你真的是被谁给冤枉了，大娘今天拼了这把老皮头，也一定给你撑腰到底。对，不能让老实人吃这么大的哑巴亏。咱们去找隔壁问清楚。走，我现在就带人去找1004家的理论，看他们家到底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猫腻，敢这么坑一个小姑娘。大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见着隔壁的人没？他怎么说？是不是他们家干的？大娘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大娘，你倒是给句准话啊！到底找着隔壁那邻居没？哎呀，问半天也没个响。大娘，你歇着，我自个儿瞧瞧去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狠人，敢这么坑人？邪门了！隔壁根本就没有门。你说啥疯话呢？1004号就在对门，怎么会没门？真的没门！我刚才过去摸了半天，原来应该有一扇门的位置，
现在只有一堵空旷的墙，什么都没有。那这个房间，这一屋子疯狂跑电的机器，到底又是谁搞的鬼？我也想起来了，我刚才到这丫头家门口就觉得奇怪，之前忙着吵架没细想，现在一琢磨，这走廊的长度根本对不上。之前我进这屋的时候就觉得哪儿都不对劲儿，现在我全明白了，不是什么闹鬼，也不是什么邪门弯道，是他隔壁少了一户。你是说1004号房被人从走廊里抹掉了？没错，原本1004的大门应该就在这丫头家玄关斜对面的位置，可现在那是一堵严丝合缝的白墙，有人把门给堵死了，还抹了腻子刷了漆，做的跟真墙一模一样。这得是多大的工程啊！把一扇入户门生生封死，这没个几天功夫根本干不完。怪不得那小房间藏得这么深。现在事情明摆着了，这小密室就在1004号房里，而1004的门又被堵死了。只要能查清楚隔壁那个诡异房子的房主是谁，就知道到底是谁在这挖矿，就知道是谁要害这丫头了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听到了吧？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民事纠纷，这是有预谋的害人。隔壁的人肯定是故意把门堵死的，那可是承重墙外的入户门啊，这绝对是违法改造。都已经到了现在，所有的证据都快戳到脸上了，可大家还是不肯相信，这世上居然有爸妈会亲手害死自己的亲生女儿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快查呀！查出1004的主人，这案子不就破了吗？这种社会杂志不能放过。不用查了，那个消失的1004号，隔壁的房主就是我。你说啥？你就是1004的房主？小姑娘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既然是2间房的主人，那你把隔壁封死干什么？自己坑自己10万块钱电费，这不成了精神病了吗？姑娘，你是不是被这电费吓得糊涂了，开始说胡话了？咱们这栋楼我住了10几年了，从上到下的格局都一模一样。我是楼长，我敢肯定，你家绝对不可能平白无故多出来一个小房间，更不可能自己把入户门封了去跳那10万块钱的坑啊！是啊，大娘说的对，怎么会平白无故多出来一个小房间呢？怎么会有人放着好好的房子不住，非要把它变成个吞钱的黑洞？然后每个月眼都不眨的让我花掉10万块钱的电费呢？这老两口的反应怎么看着这么亏心啊？爸妈，事到如今，证据都被我砸出来了，你们以为不说话就能把责任推干净吗？既然你们还是不肯承认，觉得闭嘴就能瞒天过海，你们刚才说这房子是上个月刚买来给我的，那我就亲手把这最后一点遮羞布当着警察和大家的面彻底撕下来，证据就在这儿。你们处心积虑这么多年，甚至连我看一眼这东西的机会都不给，不就是怕我发现这个秘密吗？这不就是再正常不过的房产证吗？正常？那你们告诉我，这上面的名字为什么是我？是啊，丫头，这房产证能说明啥？它是能证明隔壁有人偷电，还是能证明这矿机不是你装的？这能算什么证据？姑娘，你是不是急疯了？拿个房产证出来，顶多证明这房子是你的，这能解决电费的问题吗？前世我直到死去都没能亲眼见过这本房产证，我屡次开口索要，爸妈永远百般推脱，只曾在昏暗视频里潦草扫过一眼。我这本证件是我半夜趁你们熟睡从那口上锁的红木箱子里偷出来的。大娘，您看好了，请大家帮我念一下，这上面的登记日期是多少？登记时间2014年。2014年，这不是12年前吗？什么？12年前买的？老郝，你刚才不是还跟大伙说，这是你掏空了这辈子的积蓄，为了给闺女个家，才在上个月全款刚买的新房吗？天哪，那这10年来，这房子一直是谁在住，或者说一直是谁在用？老郝，你不仅骗了你闺女，你连咱们这整栋楼的人都骗了。12年前买的房子，你捂到现在才交给你闺女，还在这装什么倾家荡产的慈父？这还只是第一个谎言。爸妈，你们说，如果我再翻开下一页，那上面的变更信息会不会让大家更惊喜？爸妈真的不是故意要瞒着不告诉你。是啊，小美，你这孩子打小就心思重，我们是怕你觉得10几年前的老房子旧了，住着心里不舒服。再说这房子是哪年买的，它也不算个什么大事儿啊，只要最后是给你的不就行了吗？你就别揪着这个不放了，行不行？不算大事儿。老郝这话听着有点道理，只要房子最后给孩子了，早买晚买有啥区别？没区别。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是什么？合并而成。1003是你家，而1004就是隔壁。天哪，这2套房竟然原本就是通的！
合并啥意思？是说这整层楼原本2套房全是老郝家的？难怪啊！我刚才就说隔壁怎么会平白无故少了一户？原来早在那10几年前，你们买下这间房子的时候，就同时把隔壁也买了下来。我现在住的这套1003面积比较大，而隔壁1004因为户型畸形，是个犄角旮旯的小房。老郝，你可真行啊！你把2间房合并了，产证上却只写一个名儿，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。2个房子一合并，户主就都是你郝美，隔壁所有的电费都要顺理成章的算到你的头上。大娘，您刚才没猜错，早在10几年前，他们就在装修的时候动了手脚，把卧室这面墙打通，在墙里改了格局，把2个房子强行连成了一套。所以那个唐矿金的小房间根本不是邻居家的，它原本就是1004的一部分。真没想到，这房产证后的真相竟然是这样子。唉，这世道怎么会有这种爹妈？老郝，你还说不是你们干的？现在证据都摆在大家伙面前了，你还想怎么赖？你们2个人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呢？小美是你们亲生的孩子啊！大家一定觉得奇怪吧？为什么隔壁明明是个独立的房子，现在却连个门都找不到？因为早在10几年前，他们把2间房合并的时候就想好了这一步。他们先是把1004原来的入户大门从走廊外侧彻底封死，做成了墙壁的假象，然后就在我现在站着这个位置强行开了一扇只有他们知道的暗门。在我搬进来之前，他们就在这个合并出的小房间里装好了几十台机器，为了不让我发现，又连夜用砖头重新把这扇暗门砌死，再贴上壁纸，伪装成原本就有的承重墙。大家别听他在这装神弄鬼，他就是个疯子，想钱想疯了，想害死我们全家伙独占房产。小美，快吃，别让爸妈看见，这是哥特意给你留的。眼前这个正用最恶毒的语言重伤自己的男人，真的是小时候对我视若珍宝的哥哥吗？正是因为那根本不是什么混凝土承重墙，而是他们临时补上去的半截砖头墙，所以我才能轻而易举地砸开。你瞧这郝帅骂得这么狠，真的是亲哥吗？小时候看着挺好的孩子，怎么长大了眼里只剩下房和钱了？这心偏的没边儿了。你看我干什么？心虚了是不是？郝帅，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给我留的那块奶糖吗？少给我在这套近乎！现在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？你把全家害成这样，你还有脸说小时候？我刚才一直在犹豫，我想着既然已经砸开了墙，证据都摆在面前了，如果你们能说句实话，这件事即便走法律程序，我也能看在亲人一场的份上，给你们留点最后的颜面。但现在看来，这最后一点脸面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既然你们非要置我于死地，那咱们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。你们不是想要证据吗？这就是你们要的铁证。爸，这个东西你应该比谁都熟悉吧？丫头，这又是什么宝贝？看着红扑扑的。这是一个电工证，高级电工，我爸爸的名字。哎呦，老郝，咱们住对门这么多年，我还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手艺呢。爸爸几10年前曾经是咱们全市最优秀的电工，那时候他在工建局挂了名，不管多复杂的线，只要他看一眼都能理得顺顺当当。但后来，因为他为了贪那点高额的回扣，帮私企老板干黑活，结果出了事故，不仅赔了钱，还被永久吊销了执照。从此以后，他成了只敢在暗地里动歪心思的。你们想，一个能瞒过供电局老师傅，敢改大型商业电路的高级电工，如果想在自己家里办动一点家用电路，那对他来说是不是轻而易举，甚至连个痕迹都不会留下？爸，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！我说呢，怎么电工师傅查不出来？怎么哪都没问题？原来是家里藏了个祖师爷级别的贼呀！怪不得，怪这矿机藏得这么深。老郝，你这手艺全用在坑亲闺女身上了啊！警察同志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真正的问题就出在这里。为什么我拉断全楼的总闸，这个小房间用电量还是在暴涨？对啊，这不符合常理啊！因为这个小房间的电路根本就没有经过我家的分苦电表。我爸利用他专业的技术，在合并1003和1004这2套房的时候，偷偷把这个暗间的主供电线路直接接在了全楼总闸的前面。接在总闸前面，那岂不是说那是公家的电？不，他做得更隐蔽，他是利用了合并房产的逻辑漏洞。警察同志，我猜他们当年把2套房产证合并成1套后，在电力公司的系统里，并没有按规上报用电容量的变更和电表的迁移，应该是把隔壁1004的用电额度通过撕拉乱接的方式强行挂在了1003的户头上，在物理线路上做了手脚。这也就解释了
为什么那个小房间的用电量大得惊人，却从来不走我手里那块被锁死的物理电表，而是直接体现在后台的系统账单里？疯了，真是疯了！这得算计多少年才能把线走得这么神不知鬼不觉？马上联系电力部门的技术人员，带专业仪器过来，重点检查近湖总线和房产合并处的隐藏节点。老郝，你可真行，几十年的老邻居了。我以前还觉得你是个老实人，没想到你这心肠比煤炭还黑。你这是把亲闺女往死里逼啊！你们还是不是人呐？啊，小美才多大？刚参加工作的小姑娘，一个月工资才几个钱，你们让她背一个月10万块钱的债，这跟拿刀子割她的肉有什么区别？我就说嘛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原来是算计好了，挖了坑等亲闺女跳呢。还能为了啥？你们看郝帅那房贷一个月好几千，听说还要换大车。你们老两口是不是想把闺女吸干了，好去帮扶你们的大儿子啊？小美，妈求你了，我们真的不是想害你啊！小美，你这孩子怎么就不明白爸妈的一片苦心呢？你想一想，这电费虽然数额大，但那是直接交给国家电力局的，爸妈手里又没见过这些钱，我们根本没有获利，这怎么能算害你呢？没活力？你们用人家的电挖着矿赚钱，却让人家小姑娘背着电费单子去自生自灭，这叫没活力？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小美，这次就当是爸妈老糊涂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打断骨头连着筋呢，你就别在警察面前追究了，咱们回家关起门来解决好不好？是啊，小美，你就算补我们想，也为你哥想想，他要是有了个坐牢的爸妈，以后还怎么在社会上混？呸！这种话也说得出口，真让人恶心。借我的房子挖矿，没有获利，头脑不清醒。爸妈，我给过你们机会的，就在刚才，我还在想，只要你们能说出一句真心忏悔的话，我或许真的会心软。你们不仅心是黑的，连血都是冷的。你们觉得电费交给国家，你们就没罪了？觉得我没证据证明你们的具体动机，你们就能逃过法律的审前？既然你们依旧觉得我只是凭空揣测，觉得你们的演技天衣无缝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最后拿出的这件证据。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？那你们看看这个视频里的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们着什么急？我们动作已经很快了，房子已经过户了，线也改好了，那些机器每天都在拼命转。就是啊，大兄弟，你们再宽限几天，到时候你们把利息做得高一些，然后带人上门，连吓唬带哄。哼，他一个没见所结的签了个字，那房子抵押给你们，钱不就到手了吗？对，你们可得记好了，我儿子的房贷没还呢，天天被银行催，我们可就指着这笔钱救命了，你们千万别给我搞砸了。畜生！你们两个简直就是畜生啊！为了儿子的房贷，就要把亲生女儿往高利贷的火坑里推，你们这心到底是什么长的？是石头吗？好有钱，钱多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不是真的害他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没有获利。警察同志，视频是假的，是这丫头合成的，她想陷害我们。住口！这视频的拍摄角度和环境，我们后续会做专业鉴定。你们现在说的每一个字，都会作为呈堂证供。爸妈，这下你们满意了吗？这种爹妈留着还有什么用？你们简直就是畜生！我活了50多岁，没见过这么毒的心肠，为了儿子，连亲闺女都要往死里整。大伙儿，这种人渣不揍他一顿，天理难容啊！好有钱，别动脏了手！这种人，老天爷会受他们的。小美，那视频是开玩笑的，我们是你亲爹妈，亲生爹妈。我曾经以为搬进这里，我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。我以为我是在享受你们给我的爱，却没想到，这从头到尾都是你们为了救哥哥而给我准备的万劫不复的深渊。爸妈，到底为什么？如果你们真的缺钱，真的急着给哥哥还房贷，你们直接跟我说不行吗？就算不跟我说，你们把这套房子卖了，拿钱去救哥哥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儿？为什么要兜这么大一个圈子？非要亲手把我逼死，你们才甘心呢？你当爸妈想这样吗？如果我们只给你哥哥全款买房子，但是不给你买，那所有人就都会戳我和你妈的脊梁骨，说我们偏心大儿子，说我们老郝家重男轻女。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为了不让人说他偏心，就演戏骗女儿。小美，爸妈这也是不得已的决定啊。原来
我前世被活活打死，背负的巨额债务，我所有的绝望和痛苦，在他们眼里，仅仅是为了堵住那几句无关痛意的流言蜚语。老郝，你为了不让人戳你脊梁骨，你就去断你闺女的生路。这是太可笑！小美，妈求你了！其实爸妈从来都没想过真的害你，我们当初商量好了，只要你主动把房子交出来还给我们就行了。小美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就原谅爸妈这一次好不好？妈保证以后一定好好补偿你。小美，妈知道错了，妈真的知道错了。早干嘛去了？把亲闺女往死里整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错了？这种话也就骗骗3岁小孩，谁信谁傻。这叫没想过害他，你们这是要把他往火坑里推。小美，爸爸妈妈，如果没有前世，听着你们现在的哭诉和承诺，我可能真的会心软，真的会相信你们只是老糊涂了。郝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这个疯女人！我们拿你当亲人，处处为你着想，结果你居然想把全家人都送进监狱！你就这么对我们？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哈哈哈哈！嘿，你这当哥哥的真有脸说，到底是谁拿谁当亲人啊？我问你，从你拿到新房钥匙到现在，才短短几天功夫，你怎么可能找到房产证，找到视频证据，连爸几十年前的电工证都翻出来了？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演戏？你是不是搬进来的第一天，甚至是还没搬进来的时候，就开始怀疑我们了？是啊，我不仅是怀疑，我是在看你们到底还能演到什么时候。郝帅，有什么话去局里再说吧。小美，妈以前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能这么心狠？你在家里天天笑呵呵的吃饭，背地里却在算计亲爸妈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石头做的？那你和爸躲在巷子里跟高利贷密谋，怎么把我逼入情局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的心是不是石头做的？在情感上，我也一直在骗自己。我希望是我多心了，我希望我最亲近的家人不会真的想让我死。但是，当我看到那涨到10万的电费单，看到你们那副催我去借贷的嘴脸，我的理智告诉我，除了反击，我别无选择。小妹三妈求你了，你跟法官说说，你撤诉行不行？你哥才30岁，他这辈子要是毁了，徐家就断后了呀。小美，爸妈真的知道错了，只要你撤诉，那房子我们不要了，我们去打工还债，供着你，行不行？求求你救救你哥哥吧，那是你亲哥呀！撤诉，你们触犯的是公诉罪。诈骗、危害公共安全、破坏电力设备，这些罪名不是我一句话就能抹掉的。你是受害者，只要你说是家务事，法官会听你的。小美，妈给你跪下了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哥哥，为了徐家的名声，可你们从来没想过我也是你们的亲生子入。你们现在的道歉不是因为愧疚，而是因为你们怕了，怕那10几年的铁窗生涯。这份爱我受不起，更不敢要。那都是被你哥的房贷逼的呀！爸求你了，你撤诉吧！判决书已经下来了，往后余生你们就老老实实赎罪吧。好孩子，恶有恶报。你是好样的，这种时候就得清醒，不能被那没良心的亲戚给绑架了。郝美，现在全城都知道你的事了，大家都夸你勇敢，以后要是谁敢再欺负你，咱这1楼的邻居第一个不答应。郝小姐，你的案子我从头跟到尾，在那种孤立无援的绝境下，你不仅能冷静潜伏收集证据，还能在至亲的围攻中精准反击，这份心智和决断力让我非常震撼。我们是上市公司，正缺一位有魄力的高管。徐小姐，你的不凡不该被那些阴影埋没，我诚挚邀请你加盟，待遇你尽管开。谢谢您的认可，我会考虑的。看到他们的下场，我原本以为自己会哭或者会笑，可实际上我的心里毫无波澜。那套曾经让我万劫不复的房子我已经卖了。爸爸妈妈，这一世我不再是你们的祭品，我亲手埋葬了那个卑微的郝美，也亲手终结了那场荒谬的梦。卖掉过去，远走高飞。自此以后，没有泥潭，没有吸血的至亲，只有属于我郝美的全新的人生。